算天算地算人命，求佛求道求自己。大家好，我是逆鳞。上期视频我们主要讲解了我这个好兄弟的八字中财坏印在家庭学业中的影响。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具体深挖一下这个财坏印在感情生活中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表现，让大家了解一下被动成为渣男是个怎么样的操作。好了，废话少说，上八字儿。这个对于男命来说，财的话呢代表财富，也代表什么？代表异性，代表异性的这个伴侣啊，异性的伴侣也代表什么呢？也代表这个异性缘啊，异性缘。但是呢，他这个八字有个毛病是在于什么呢？他丁火生于子月，他冷啊，他忌金水寒气啊，忌金水。所以说，首先，而且还有一点，他的正财会容易坏正印啊，本身日元又弱，压不住。所以这种表现上，首先可以断出来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异性问题啊，异性感情问题啊，是不善处理，而且呢，他的这个财官杀很容易结党终身，即便是未土啊压住了两个子水，但是这种压不住的时候呀，你比如逢到比较旺的金水运的时候啊，比如说上一年庚子年，对吧？啊，或者说今年的水气不旺，那今年是金气旺，是不是？这都很容易说是让日元这边受克，或者说是变弱。所以说他在面对这个感情问题的时候啊，很容易有压力，而且呢会有这种轻微的逃避心理。那你说有些朋友都会说，那这不是渣男吗？这不就是啊遇见感情问题就逃避啊？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啊男女之间的感情啊它变化很大啊，并不能说它里面的东西啊它很复杂，你不能说就拿一个标准就说这就是渣男怎么样的，他肯定不能这样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他是不是真的是渣男？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庚金能不能被制住？这个异性带来的问题能不能被解决？其实是能的。用什么解决？用劫财解决。啊，劫财是什么？体力付出嘛，对不对？体力付出，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多下劲儿嘛，多下心思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是我这兄弟啊，有的时候我也真佩服他。你像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像我个人，然后的话呢，喜欢哪个女生，想去或者对哪个女生有意思啊，顶多也就是跟人家聊聊天或者什么啊。但是呢，其实也不会说像比如说有些朋友，比如说每天养火花或者什么的那么多，但我有时候我下不了这么多心啊，我没有那么多心思花在这上面。但是我这朋友可不一样，他天天就是啊抠着手机跟人家小姐姐聊天啊劲儿特别大，这是一。二的话呢，这也是经过他本人的核实啊，他这个丙火劫财制财得财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他很吃什么？很吃僚机，靠兄弟把这个妹子拿捏到手，知道吧？靠兄弟去追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啊，需要好兄弟的帮忙，需要好兄弟在一块儿去帮扶他，而且他自己这边也承认说他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恋情啊，或者之前谈过的对象都是兄弟给介绍的，或者说是兄弟朋友一起叫出来玩的时候啊才促成的。这是一。二的话呢，即便是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这个兄弟朋友去帮他解决这个感情问题。这个我个人是有亲身经历，因为我们是5、6年的好朋友了，所以说每一回他跟他对象比如打电话聊天，或者说是发消息聊天，他接不上话了啊，对方比如说一些比较进退两难的话了，就比如说你妈和我掉水里先救谁啊，就这种问题很多啊，然后就去为难他的时候，他就来找我说这逆鳞这怎么办啊，怎么，然后还得是我去专门是跑去费口舌去帮他解决，你知道吧？净个人累兄弟了，你知道吧？净个人累人。然后的话，还有一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他这个正财坏正印的表现，很容易就是说跟家庭这边有冲突，他自身啊，很容易跟家庭这边有冲突。他这个跟家庭有冲突的话，不光是这个正财坏正印，还有一个在于伤官的问题，因为他的伤官也为喜神，他是喜以戊土去治水，包括这个未土啊，
但是他这个天干戊土啊，这个伤官啊被正印制了，也就是代表什么？自由啊，被约束了啊，自由被约束了，所以他一直就是说比较难受，因为这戊土啊，它也是他的喜神，甲戊正印也是他的喜神，这叫什么？这叫喜神打架喜神打架，就是很憋屈，很难受，一直被家里管着啊，要干家里的生意，干不了自己喜欢的。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戊土在某些情况下，它有可能说是，比如说去生者庚金啊，然后的话呢，当然这种大多数情况，比如说你是流年流月里面再来戊土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呢生者庚金之后再去克这个甲木，所以说容易跟家里边有的时候会产生矛盾啊，会不服。那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办呢？那还得用这个兵符，你看还得累我一人啊，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就是说家里边他跟这个父母啊吵架，然后打电话跟我啊，依林过来一趟吧，啊，吵架了，这弄不成了，你赶紧来吧，然后过去给人家解决，而且一般是因为什么吵架？之前就有过，就是因为这个异性谈恋爱的原因啊，这个双方在谈婚论嫁过程中间跟父母的这个之间的这个想法啊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是他自己犯倔，然后呢我这个劫财一过去呢就得什么，其实是压他的这个正财，然后就去帮扶他的正义，说白就是他以为我过去是帮他说话，但其实我过去之后是帮他父母说话，但这事儿给他解决了，他后来他也没法说啥，还得再请我吃饭，这都很好玩啊，非常好玩。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地方是在于哪呢？在于这个子水的问题上。我们看这个八字最好的地方是地支2个子水，两个子水的话呢，子水它是桃花啊，它属于桃花位。子未穿2个子水都往未土里穿，这就代表什么？这就代表着烂桃花啊，很烂。这经常有些，即便是他已经这个谈恋爱了啊，已经这个有对象了啊，但是呢，这个呢还是会有说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女生，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去按他的说法叫勾引啊，按我的说法呢也是他自己好出去乱玩，但是呢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就是代表什么呢？比较危险的这种桃色事件吧，比较危险的桃色事件。而且呢，这些桃色事件呢，其实到最后对他造成的都是伤害，因为这个子水桃花是什么？是官杀呀，都是想治他，都给他造成压力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他这个八字再论到财会印这，你看我们发现这个财会印这个东西也可以一项多论啊。刚才我们说是谈恋爱是这样啊，然后包括跟家里边事儿是那样，学业上的事儿他也能看出来。还有一点在于什么？个人名声的问题也能看出来呀，因为印是自己的名声，是自己的好名声啊。你被正财坏了是怎么回事啊？是代表很容易被异性搞风评。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每到一个新的人际环境，总能听到他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这种评论或者什么。但实际上呢，作为好兄弟呢，那我们都知道，我自己知道，那他确实没干啥，真的就没干啥，但就是会很容易什么呢？被脏了被人给也不能算诬陷吧虽然被人说了就说你这个人渣男，对吧？他看着也确实有点渣的意思我有时候我也说他有点太不老实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子未穿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在于这个上一年庚子年的时候当时呢我记得还是这个冬天，我也忘了是不是这个子月还是丑月，反正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去他家玩，晚上我们睡觉当然了，是正常的兄弟一块睡觉就没有只睡觉不睡人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晚上他是睡得可死，但我呢就听到点动静我都睡不着，然后我在想哪有动静，这老是叽叽喳喳的那种动静，结果呢就在那衣柜上就发现一个黑影窜出来，结果我当时一看呀，不对，这他娘的是老鼠啊！我说你家这高层还闹老鼠，因为他家楼房高层还闹老鼠，我当时赶紧给他抓起来，摇起来，然后当时可害怕，
他说确实有老鼠，找着了。后来呢，第二天我跟他还有他爸他妈一起在他这个卧室这边抓老鼠啊，卧室抓老鼠。最后啊，抓了这个一窝，有大老鼠、小老鼠，抓住一大窝老鼠，一大窝就是在他卧室里边，别的地方都没有，就在他的卧室。啊，我们看，其实从八字里边啊，这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看，但是很好玩，就是说他这个八字啊，确实很容易闹老鼠，知道吗？跟老鼠有缘分，两个子水啊，一起穿入到这个未土夫妻宫，正好就是在他的床下边啊，他平时睡的这个床下边，而正好呢被我这边可以找到了。为什么会被我呢？这个我多少透点个人信息啊，就在于我自己的八字里边未土的占的比重比较多。啊，我那个八字就是专门就是属于土比较旺，专门就是治子水会比较厉害，然后正好是在庚子年用到这个相，啊，这一点是比较好玩。其实这就是八字的魅力啊，八字的魅力就是说它在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点上能够取到一些很奇特的相，在这里边能找到一些平时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些生活乐趣，因为我们其实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相处啊也好的话，其实都是戴着一层面具的，大家都是表现的其实都是单一的这种形式。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八字命理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每个人啊都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个人呢，作为一个这个玄学的一个 UP 主的话呢，我不像别的，就是我不像别的人想，就是在学术啊、理论方面那么死板。其实我更希望我的，比如说来看的观众也好，或者哪怕以后会有的粉丝也好呢，你们呢都可以多去看一看别的啊，比如说做八字的啊、紫微的呀，或者说是西方的星盘的这些啊命理师的这些视频，大家都可以多看。如果说以学习这个东西为主的话，一定要多看。为什么呢？从这个理法上，或者说是从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在逻辑上啊，它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套逻辑的，这个不能乱。但从取向上来说的话呢，一定要多听、多看、多学啊，因为你从学习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不一样的视角去取向，能够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和空间吧，好吧。好，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下一回给大家分享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八字，好吧？啊，还请大家多多一键3连啊，就这样，拜拜。